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岛来了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款军品呢，在很多户外老玩家手里呢都有一套，可以打菜，可以烹煮，而且仍在服役当中。就是上一次片尾提到的英军野战饭盒。会变美以后找到我，记得关注我哦。之前呢，我们有提到过，部队呢有了良好的伙食，就能一直保持强大的战斗力。那么在二战时期，国力强大的英军应该也是吃得很好，器具很讲究咯。可是为什么就2个简单的金属盒子呢？难道这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还是有什么黑科技呢？事实上，英军的这个设计从一战前的 M1908 野战饭盒就已经存在。后续版本为 M1937， 一直到现在，英国的武装部队仍在使用。有一次，英国大厨戈登拉姆齐在一期节目中烹煮红咖喱牛肉烙菌，士兵们手中就还是在用这个折叠握把的饭盒。这个设计跟当时其他欧洲国家饭盒的精良多功发展完全不同，极其的简单，完全不符合当时大英帝国的档次。用到现在，而且士兵呢对 M1937 评价还很高。深究其原因是，英国前线的野战厨房是跟部队一同推进，部队一直都有营养的热食供应。装备饭盒的主要功能是用在方便打餐。2个同样都有折叠握把、尺寸稍有差别的方形饭盒，可以紧密套合收纳，使用很容易。2只手把交叠就可以同时握住，不落地用餐，确实是野战厨房打菜的利器。在行军或野战厨房暂时跟不上时，饭盒可以容纳一份24小时单兵作战口粮。蹲在散兵坑或壕沟里，用饭盒加热咸牛肉罐头，灌装炖菜浓汤，煮开水泡茶配饼干。必要时，另一个饭盒还可以当做应急炭盆炉具，交叠加热另一个饭盒里的食物。这也算是一种生存工具的运用方式啦。随着 MR1 的普及，野战饭盒仍能充当部队餐具的角色，因为简单使用，维护制作成本低廉，广受泛英联邦武装部队推广使用类似的饭盒。例如英属印度陆军方形饭盒，到后期发展的椭圆形饭盒，还有以色列的饭盒，在手把上多了一个制杯架。法军的饭盒设计也很类似，只是比较讲究，还多了一个盖子。还有加拿大部队以及荷兰部队使用的饭盒也跟英军几乎一模一样，已经成为北约军用饭盒的规格之一。这么熊的饭盒当然也很适合户外露营活动啦。互相对干就可以防止物品掉落，解决没有盖子的收纳问题。小饭盒可以装进食物及小器具。现在很多的火腿罐头还是沿用以前军规的尺寸，所以可以刚好放进去。再放一盒马铃薯炖牛肉军粮，热巧克力粉，糖包，咸牛肉罐头，缝隙放上2袋茶包。这是热量很高的干酱，这个涂抹面包非常好吃哦。再2小瓶调味料，熊油，Opino 6号小刀，完成。收进大饭盒里，也可以用倒盖的方式收纳，防止物品散落。搭配面包干、花生酱，带上餐刀、茶匙，就可以随时吃到军风搭配的食物。That's good. 火腿玉米浓汤，鲔鱼糙米轻食餐包，也可以更换为泡面。角落放上调味粉罐，再放上油浸提鱼罐头。2包茶叶，Opino 6号小刀，咖啡粉、糖粉、熊油，角落放上几颗餐后的糖果，还能再放2个小罐调味料，花生酱，完成。放进大饭盒里，一样可以配置面包干，配置餐具组。食物整合配置看完了，我们再来看看餐盒用具配置。菜板。内置小岛饭盒炉的德军折叠炉，
对了，既然是英军的系统，那也可以考虑使用 BCB 英军折叠炉。继续放上小油瓶，下方空隙放上干净的小抹布，放上小岛燃料瓶 ，Soto 防风打火机，个人用小铁板烧，蒸架 ，Opino 8号提升小刀，小铁板的挂钩手把不能忘，折叠筷子 ，Trengia 多功能餐匙，完成。也可以带上小猫作伴。一起放进大饭盒里。Good。放上歪斗的大碗及小咖啡杯、小油瓶、复古的防风打火机、Opino 6号小刀、3合1调味粉罐、一小块干净抹布、直盖板小岛饭盒炉。小岛燃料瓶、折叠筷、沙拉酱、Trengia 多功能餐匙也完成了。Yes! 放进大饭盒里。可以将小道具都放进Trengia小饭盒里，再放进大饭盒中。旁边的空位可以放上一个 Stanley 的小酒壶和一个小岛饭盒炉，搞定。Nice。用餐时可以当餐具打菜，也可以当煎锅煎蛋、煎热狗、煎肉，也可以当煮锅煮汤、煮面、加热流体食物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算是很全能的饭盒，难怪深受资深玩家的喜爱。这个荷兰军队使用的饭盒，锅底边缘比较圆弧，会更容易清洗，但空间稍小。规格同样都可以放进野战饭盒组的布包收纳，还可以加上一组汤勺、刀叉及菜板，也能收纳进Trengia的保温包里。使用上一般还会搭配水壶组，这是荷兰军队的水壶，做工很好，小巧容易携带，大约800毫升。欧洲的军用水壶一般都偏小一点，相对比美军一跨脱水壶。配套的钢杯很厚实，握把手感坚固，煮水、煮茶、冲咖啡，跟饭盒组很搭配。Cool。如果有内建炉具需求的话，那么我会带 BCB 英军鱼鹰水壶套组来组合，用这个 MK1 炉具来帮饭盒及煮杯加热食物，就是体积会变大一些。做了这么多 set， 肚子也饿了，就用这些器具煮点简单吃的吧。以上就是英军野战饭盒在露营使用的搭配介绍。当然，如果你的饭盒内部放任何东西，也可以塞进一谁家的水壶饭盒，这样体积是不是又缩小了一半呢？下次再来详细说明这套军品饭盒组，拜拜。